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vivo 刚刚发布的 S15全系的产品。我手里这个是曜黑的 Pro 版啊。其实关于 S 系列呢，每一代我们都出了相应的体验和测评，算是一路见证了它由之前比较重影像，性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甚至比较弱的这么一个定位，然后发展，慢慢就比较全面的一个型号。我今天我测评马上开始。这是一台浅金色的 S15， 里面包装盒的这个质感挺有意思，好像一个音箱的，有那种网面的感觉。S15是66瓦的充电头，还有一台盛夏配色的 S15 Pro， 这个盛夏非常漂亮啊，很夏天、很青春的感觉。Pro 的充电头是80的。包括上一代可以对比一下啊 ，Pro 版呢明显是要更加的圆润一些，不管是边角地方啊、左右过渡的地方啊，都非常圆滑啊，握持手感呢是要更好一些的。而 S15呢采用的是直角边的设计啊，更加凸显了这个机器比较轻薄方正的感觉，但是握持的时候两侧就稍微有一些硌手了但是镜头模组的部分，它们的设计元素都是一模一样的。配色上这台浅金啊，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是淡淡的这个金色，但是你稍微光一打上去的时候，它又变成那种浅浅的粉紫色的感觉。S15这边呢是7.99毫米，由于这个 Pro 版呢两侧是收弧的这样的处理，所以你看着还有握持的时候都感觉是比较薄的不过它达到了8.55毫米这个就是 ID 设计的魅力然后就是重量方面呢是188克你没有听错，Pro 版呢是要比 S15要轻10克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中框的部分这个 Pro 版呢它采用了是一个塑料的中框，而 S15呢采用的是一个金属边框，所以相对来说就要重一些。Pro 这边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你都 Pro 了还采用的是一个塑料的中框，但是看了一下重量，感觉也是做了取舍了188克，4500毫安时的电池，还支持80瓦的充电，这个重量控制确实是还不错了当然这一点提醒你注意一下 ，Pro 版的顶部有单独的这种亚克力条装饰显得更加的精致一些。Pro 版的这个曲面屏呢算是非常克制了2.75D 吧。屏幕配置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我直接说关键的Pro 这边呢采用的是三星E5材料的屏幕，它的峰值亮度呢是要更高一些，但是日常使用下来感觉两个都差不太多。之前这 Pro 呢走的是高像素路线1亿像素，但这次 Pro 呢换上了一个咱们的老朋友MX766V， 然后这个 S15呢是6400万的，基础配置都有，全线呢都是有 OS 的光学防抖，这一点值得点赞。我们一起来看实测。先说结论S15系列这次在我们的主观体验之中呢，内部评价还是不错的，感觉这次它调教的比较有味道就是在色彩表现方面，这两台机器处理的都很讨好眼球。但是讨好眼球的机器我们也见多了这两台机器主要就是调教的比较克制。举个例子就是在拍摄花朵的时候，尤其是这种不太好还原的紫色，这两台机器没有出现过饱和的问题，之前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细节保留呢还不错。在拍摄霓虹灯的时候，对于灯光的处理和色彩保留呢也会更好一些，在拍摄灯牌的时候也是如此。S15 Pro 更高一些的曝光，在一些场景下会看起来更加舒服更加明快一些。对了这次小哥哥他洗头了当然更亮的曝光也会存在一些弊端，比如说在拍摄下午阳光打在墙上，或者说阳光穿过栏杆的时候，这种阳光的质感就差了一些。这种场景你手动拉低一些曝光其实会更加好看。同样在室内场景 S15 这两台呢都会有一些偏色的问题，大家可以按编号先猜一下哪个是更接近肉眼看到样子的样张。3、2、1是这张 P50， 或者是因为使用了不同的 CMOS 作为主摄15和 Pro 的偏色它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开飞机和吧台的室内样张 S15 Pro 就有些偏红， S15 这边就有些偏绿，并且在室外的场景下 Pro 偶尔呢也会有偏绿的问题期待 S15 系列能更新一下软件版本改善一下白平衡的问题。本期我们又用3杯奶茶哄来了工作室的小姐姐在大多数的场景下 S15 Pro 和 S15 对于人物的肤色处理的其实都还不错看起来比较自然舒服。更高一些的曝光呢，在拍摄人物的时候也会显得你的皮肤更加白皙一些，更有质感。而在拍摄有浓艳色彩，比如假树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平衡人物和物体的色彩。但是 S15 Pro 的偏色问题就有些吃亏了，比如这组小姐姐的自拍和这组灯带下的样张偏绿的问题就显得不太好看。当然拍小姐姐肯定得试一下人像这个模式下呢 Pro 和15对于背景虚化的表现比较自然由远及近的渐变处理的不错。同时 Pro 和15对于眩光的控制在这个版本下感觉
觉不是很好啊。不过这组样张里还是挺好看的。Pro 和15的焦段有些区别 ，Pro 是等效23，15是25，所以 Pro 的虚化感觉要弱那么一点点。当然，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我们更推荐 Pro 啊，因为你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的以这个取景太大了往前再走一步。当然，购买 Pro 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它支持摇射滤镜S15目前的版本是不支持的。这个功能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有聊过就是可以拍摄非常具有速度感的照片。通这个模式，你可以看看小姐姐自带的强大气场不过问题依旧就是你得需要多拍几张筛选一下不然就会出现这种瞬移或者比较怪的照片。这一代的机器上取消了上一代前置柔光灯的设计改变算是很大的一个点这小板牙没有了只支持屏幕补光。一开始我们以为这表现是不是会差一些但在较暗的场景下，我们实测S15 Pro 的表现并没有退步对肤色的处理感觉主观上还要好于 S12 Pro 一些。日常拍摄下对比了一下 iPhone 13 Pro 也是更加好看一些当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小姐姐自己说的。vivo 这次在人像风格里增加了漫画二次元滤镜可以拍摄水彩和蒙漫两种风格的自拍照，你觉得哪种更好看呢？不过这个滤镜目前只支持前置人像，并且小概率会出现处理失败的问题。影像总结，作为之前主打影像的 S 系列，这次 S15 系列呢，除了在复杂光线的场景下会出现一些偏色的问题之外，其他方面综合来说还算可圈可点表现不错。而在拍摄人物的时候，质感和肤色的处理呢也都到位，感觉深得大哥算法的真传，反正是得到了工作室小姐姐的认可，算是延续了之前 S 系列轻薄拍照手机的基因。如果你比较在意这一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性能配置方面，他们还不一样这俩机器感觉除了这个影像的 ID 部分长得一样之外，就是俩手机一个是870，它还加入了一个什么巅峰版然后这个 Pro 版呢是今年的网红处理器天玑850，而且还带了独显芯片 Pro 细节配置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实测。由于时间原因这次数据库的全套流程呢，我们并没有跑完，就先上大家比较关心的硬核性能方面，毕竟是800嘛。首先直接上了重负载原神，平均帧率49.9，这数字看着还不错这个调度挺有意思的不是一下锁死，而是慢慢下降。前9分钟基本上满帧运行，在9分钟之后开始慢慢下降，后面基本都在46帧左右。帧率照那些顶级大旗舰看着差点意思，但是最高温度呢44.6度，相比于其他800的机型呢要好一些。同时在独显芯片游戏芯的加持下，这款机型也支持游戏插帧技术，可以提升流畅性和稳定性。这个我们在之前视频中已经提到2、3次了这里就没来得及测试，后续我们实测再跟大家分享。最后画质方面，我们也看了一下，139万像素点和其他旗舰机型相比呢，也差不太多，这一点还 OK。然后我们就直接跑了大魔王光明山脉，平均帧率47.5帧，没有锁帧其他机型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有点像过山车。S15 Pro 呢没有那么大的波动，要明显好于另外3款机型。最高温度45.3摄氏度，也好于其他机型，算是目前搭载8500的机型里边跑光明山脉中的佼佼者了。这个性能表现你给几分呢？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续航了毕竟是天玑的处理器。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62%，4500毫安时的电池处于数据库的中上水平了。但是有意思的是，除了视频录制消耗了13%的电量之外，其余5个项目都消耗了5%的电量，出奇的一致。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27%，位于数据库第6名。最后极限续航压力测试5小时续航，再加上视频播放总时长，这台机器一共坚持了7小时20分钟真的是快耗晕了我们测数据的小伙伴了，直接排到了数据库第4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续航这么长的手机了。4500毫安时的电池能有这个续航时间，大家确实可以把不错这2个字打在公屏上了。充电方面，10分钟40%，半小时充入93%，前台充满用时38分钟，涓流充电只有3分钟。最后想说一句 ，vivo 这个品牌的120瓦是不是得安排上日程了呢？总结一下，作为之前主打影像的 S 系列，这次明显平衡了很多800的加入让 S15 Pro 的性能表现并不落后，即便是 S15有870的加持，日常对付主流游戏来说呢是完全 OK 的，再加上不错的续航。之前关注 S 系列的是比较偏向于女生，但这次或者说未来呢，应该是更加偏向于水桶了，受众也会更加广泛一点。Pro 版这边是听筒式双扬器，它顶部呢做的是微缝听筒，顶部像顶部边框过渡的地方呢也做了一个弧面，非常好的给隐藏了，你侧边看过去的话不仔细看是很难发现的。然后15这边呢是单扬声器，就在底部，一起来听实测。Drinks more lately, ain't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built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and it stands where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pictures and memories.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they got 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they got old. 对了，这次还发布了一个耳机啊 ，vivo TWS Air 啊，我们还不知道价格，但是 vivo 给它的定位是青年首选。听着这名字，价格应该不会太高啊。当然，看视频的时候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希望不会被打脸。开放式的耳塞设计，所以它也不支持降噪。如果是不喜欢入耳式耳机的人呢，应该还 OK。TWS Air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轻啊，真的很轻啊，整机只有38克多的重量，单耳只有不到3.6克，佩戴的感觉确实非常轻巧。不过出音孔的圆角啊，感觉还是不太够啊，主观上会觉得有一点刮耳朵的感觉，可以考虑后面做的更加圆滑一些。音质方面，14.2毫米的单元表现还 OK， 我们的主观体验是3频均衡啊，解析力还不错啊，没有其他耳机喜欢把低音弄得那么轰头的感觉，但是确实没什么特别明显的风格，声音主观觉得会有一些干。还是那句话啊，音质这个东西啊，因人而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线下体验一下。这两台呢都是带 NFC 的，在马达方面啊又不一样啊 ，Pro 这边呢是 X 轴的马达，然后15呢是 Z 轴的马达。OK， 简单总结一下，这两台机器呢，当然我个人肯定还是更倾向于它这个 Pro 版啊，相对各种配置方面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它采用的是塑料的这个中框，但是它给了你188克以比较轻薄的一个重量，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这两台手机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强行给放在了一个系列里边，因为方方面面都不一样啊。这15配的870也是布拉胯的一个配置。其实之前 S 系列刚刚出的时候啊，它是主打前置拍照的。这个系列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演进路径啊，之前是前置拍照，后面呢是把后置拍照呢都给补齐了啊，就是专注于影像。然后第3步呢就是这一代了啊，比较全面的一个配置啊，包括处理器，包括它的影像部分。其实 S 系列还真的是 vivo 整个这个品牌出货量的一个大头啊，是它的粮仓可以讲。你别看这个 X 系列价格挺高是吧？当然人家也非常顶级、非常大旗舰的一个配置啊，但其实这个出货量无论是线上线下来说，尤其是线下啊 ，S 系列真的还是大头。整个使用下来，无论是它的上手体验，还是它各种方面的配置，其实你也都看出来了，都是一整套非常成熟的东西啊，给组合在了一起。我相信它的价格这一次，因为它发完的时候正好快赶上618了啊，我估计应该会有一些惊喜。现在你看到视频的时候，价格已经出来了。OK， 满分10分的话就问这台 Pro 吧啊，你给几分呢？欢迎弹幕或者评论一下。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视频数据库小程序啊。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啊！不管那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